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又是一天结束的这个时间节点啊，确实最近确实太忙，没有办法。然后明天开始可能又得出差，家里老人的病情也比较稳定了，然后这个节目时间还是可能不能准时准点的去更新，所以我尽我所能，无论是行情解读还是实战应用，从零开始，还是晚上的这个交易道的这部分尽可能抽空去更新。那好，我们首先看一下比特币的实时行情啊。比特币现在目前还是在这个下降通道的上沿以及长期上升通道的上沿这一区间，还在这个附近纠缠，还在这个62200，今天还是打到61790这个附近啊，Coinbase 基准。所以目前行情其实挺无聊啊，就是跟之前没有任何区别，下方止损做多，或者是破位了上方止损追空，也就是这些啊，其他没啥变化。然后好长时间没有做这个蓝色这种封面图的节目啊，然后之前身边很多朋友包括学生都跟我聊过这个黄金的问题，想让我讲一下黄金。然后今天也挺有意思，正好看了一个，也是一个大 V 啊，是这个叫什么小林说，也是油管的一个大 V 华人主播，然后讲一些经济相关、华尔街投资标的物相关的很多内容啊，非常丰富，我也喜欢看。然后他这一期就是讲了一个黄金从这个供给端跟需求端，还有它的这个属性、珠宝、官方投资、私人投资等等方面来详细全面分析了古今中外黄金大概将近6000年的人们对它的价值的信任，以及目前资本市场的这个投资热情等等，说了很多非常详细啊。但是我只想说一句，最后一句，详细分析了这么多有用吗？能让你赚钱吗？能主导你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买多少卖多少吗？还是不能。我不是说他的节目做得不好，他的节目做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但是交易就是交易，资本市场的一买一卖，价格差你是亏或者是盈利，那是必然的结果，非常现实的啊。不是说你努力分析了你就能赚钱，你没有努力分析你就一定亏钱，没有这一说啊。资本市场的无论哪一种投资标的，它都有非常的这个偶然性、无序，然后不可预知、不可预期的这种特征。尤其是这种好的投资标的物、稳定的投资标的物，相对无论是黄金还是原油、天然气，包括比特币、包括美股的这些排头兵，无论是像谷歌、苹果、特斯拉，还有沙特石油、伯克希尔哈撒韦、可口可乐、百事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品牌，微软、Facebook 都一样啊。他们必然都是有各种你无法预料的这个市场表现，所以这个投资交易，所谓的老百姓炒股就是很难，大部分人在赔钱，只有极少数人才赚钱啊。那原因根本是什么？不是你市场分析的好，无论你是用基本面，还是用数据分析，还是用技术 K 线分析，还是用消息面的解读，
信息的不对称去应对交易这个市场投资品种，无论是哪种方法，你还是会怎么样？该赔还是赔。所以关键点不是你分析的有多透彻，你讲的有多好，关键不在这儿，而是什么？关键在于一买一卖，回归本质。你只有了价格差，你才有盈利的可能，或者是亏损的可能，只有这两种可能。或者你不投、不买、不卖，那你好，没有赔也没有赚，但是你必然会面对法币的通胀长期贬值的风险，这是必然的啊。所以说这一期我想说点啥，就是说这个黄金它保值嘛。小林在节目里头也说了啊，长期来看它确实是保值的，中短期来看它只是呈现出保值的端倪。更多的是什么？由于它平均年化平均有20%的波动率，导致它的风险系数相对更大一些，所以很多职业的投资机构对黄金的投资比重也不会放得太大。然后我从这个他没有说到的啊，黄金的地球上储备的这个量，以前可能是相对稀少，现在不是啊。有好多可开采的黄金储备。说白了，这个东西黄金没那么稀缺，而且工业上的用黄金的这个量远没有白银多啊。所以说你要非得找投资品种，我更倾向于白银，也是顺便介绍给大家。白银无论工业上的用途，还是长期的 K 线的这个状态，未来的增长可能性远远大过黄金啊。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啊，可以参考。然后还有就是它黄金最大的魅力在哪儿？实际上就是小林提到的小6000年来全世界人民对它的信任、价值储备的先入为主的这种概念，根深蒂固的深入骨髓里、基因里、记忆里啊，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原因。然后全世界人民都有这个意识，黄金保值，战乱黄金，地缘政治黄金，经济动荡黄金，已经概念化固化到骨子里了。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人性情绪使然，黄金的热度会是最近这种状态。我前年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一直唱空黄金，完了等它破位跌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投资价值，因为相对来说比较在高的位置。然后我自己认为美联储也不会轻易让黄金涨起来，为了保证美元的地位，这是我自己的胡乱猜测啊。但是黄金上来了啊，跟着美元一起涨上来了。这小林也提到过，很少跟美金一起手拉手向上涨，通常都是美元上涨，黄金会往下跌。历史数据上来看，这个是大概率事件啊，但这次不是，黄金涨，美元也跟着一起涨，真是手牵手一起涨起来的啊。但实际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涨幅啊，从这个每盎司1600出点头，它涨了50%啊，最高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天天在讲的这个比特币，它涨了多少？按现在的这个点位去算啊，
之前22年也是22年啊，都是低点算，300%涨300%，黄金使大劲儿涨了50%，所以绝大部分老百姓，你就算在这个点买，然后现在这个点去卖，50%你还要刨掉绝大部分老百姓买的是首饰啊，其中还有加工费啊等等一些额外的这个损耗，刨掉的话，你的投资收益实际上没多少。然后你的点位要是买的不好，高价买，然后差不多的价格去卖，甚至可能还会赔本啊。所以说黄金保值这一说实际上有点扯淡啊，没有什么保值不保值，所有的投资品种都一样，尤其是像黄金这种，它既没有比特币这种大涨大跌的魅力，然后它还没有纳斯达克美股这样稳健的这种随着企业的收益增长、企业的发展去增值的这种也没有，然后它还长期被美联储这种大手压制着，然后它的实用性也好，它的交易流动性各方面都比较差。虽然有这个 ETF 期货等等这些东西，但对老百姓来说，交易成本、学习成本还是太大了啊。然后不好玩。相同的时间是相同的资金，你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投资品种啊。所以说我是强烈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就是投黄金买黄金毫无意义啊。尤其是大陆内地，我想重申，大陆内地的黄金现在应该是国际上价格最高的，而且买完了没用啊。这个东西就即便来了那种动荡，我前两天听哪个学者说的，你这个黄金啊，不是哪个学者，好像是崔永元老师，你这个黄金根本换不了面包，没用的，而且你拿着这个黄金非常不容易去变现，相对难、费劲、繁琐。所以乱世黄金这个是历史啊，过去。现在这个时代真的不是，无论是工业角度还是区块链、现代科技生活，现在的这种历史规律来讲，黄金远没有比特币有魅力啊。区块链、比特币，甚至是以太坊，包括我们的稳定币 USDC， 首推啊，其次 USDT。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投资黄金，不是说黄金不好，你可以相应的配比，但是没有必要一股脑全部投到黄金上，犯不上啊。而且它现在的价格已经处在高位，然后不知道啊它会涨多少，它即便是涨可能也涨不了太多。关键是它伴随着的反方向风险挺恐怖啊。小林在里边也介绍过，它长期20年的下跌，漫长的下跌行情，他应该说的是从这儿到这儿20多年，这现在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走了非常长的上升这个周期啊。如果它要一旦确定了顶点，
开始回落的话很可怕啊，你可能就是在山顶上接了盘，然后面临的就是长期的缓坡下跌或者是震荡行情，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对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投资人员来说，那就是更大的打击跟折磨啊。所以希望大家谨慎。还有一个重点，今天我说的这个重点就是标的物而已，买卖交易才是硬核啊。全面分析不能保证让你赚钱，你想赚钱还是要买要卖，怎么买怎么卖，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这个才是重中之重，核心中的核心。但想把这个做好，那好，你必须要技术分析从零开始，然后交易策略心法这些东西怎么去落地实战应用，这个才是关键啊。所以我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不要情绪疯魔。原因是什么？我反复强调过，资本市场大部分就是情绪。艾瑞特老爷子推出来的这个波动理论，本质上它也是情绪。资本市场大部分就是表现了情绪，所以说这个无论哪种投资标的物的 K 线，它也是情绪的波动表现。包括科斯托兰尼也是讲了很多这方面的概念跟理论。所以希望大家冷静，好好的去修行，好好的去磨练你的一买一卖的交易。那好，这一节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一如既往的希望大家交易顺利，多多赚钱，我们下期再见。